达摩大师破相论。问曰：若复有人志求佛道者，当修何法最为审要？答曰：为观心一法，总摄诸法，最为审要。问：如果有人立志求佛道，应该修什么法最简单扼要呢？回答：只有观照自心这个方法，包含了一切诸法，最简单扼要。问曰：何一法能摄诸法？答曰：心者万法之根本，一切诸法为心所生，若能疗心，则万法具备，犹如大树，所有枝条及诸花果，皆系一根。才树者，存根而使生子；伐树者，去根而必死。若疗心修道，则少力而易成，不疗心而修，费功而无益。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，心外别求，终无是处。问：为什么这个方法可以包含一切诸法呢？回答：心是万法的根本，一切诸法都是由心所生出。如果能够明了自心，也就了解一切万法了。譬如大树，所有的枝条和花果都是由根部所生出的。种树的人照顾好树根才会有果实，砍树的人知道除去根部后树一定死。如果明了自心来修道，就省力而容易成功；不了解自心而修道，花费苦功而且没有帮助。所以知道一切善恶都是由自己内心所生，不要求取心外之法，因为最后都是没有用的。问曰：云何观心称之谓了？答：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了四大五因本空无我，了见自心起用，有二种差别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净心，二者染心。此二种心法，亦自然本来具有，虽假缘合，互相因带。问：为什么观照自心称为了悟万法呢？回答：大菩萨长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法门，明了四大五因原本空寂，没有我的存在，清楚见到自心的起心动念，有二种差别。那二种呢？一个是清净心，一个是杂染心。这二种心法是自然本来就有的，但是要透过因缘和合来呈现，彼此之间又产生复杂的因果关系。净心恒乐善因，染体常思恶业。若不受所染，则称之为圣，遂能远离诸苦，正涅盘乐。若堕染心，造业受其缠缚，则名之为凡，沉沦三界，受种种苦。何以故？由彼染心，障真如体故。清净心喜好善因果，杂染心常常想造恶业。如果内心不受到污染，就可以称为圣人，就能远离众苦恼，正的解脱自在的快乐。如果被杂染心影响，造恶业被报应纠缠，就称为是凡人，沉沦于三界，承受种种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杂染心遮蔽了本心佛性。十地经云：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，犹如日轮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，只为五阴众云所覆，如瓶内灯光，不能显现。又涅盘经云：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明覆故，不得解脱。十地经说，众生身内有金刚佛性，好像太阳，体明圆满，广大无边，只因被五蕴乌云重重覆盖，如瓶内灯光，不能显现。涅盘经说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因为被无明覆盖的缘故，不得解脱。佛性者，即觉性也。但自觉觉他，觉知明了，则名解脱。故知一切诸善，以觉为根，因其觉根，遂能显现诸功德数。涅盘之果德，因此而成。如是观心，可名为了。佛性就是觉知真理之性。除了自己觉悟外，还要让他人觉醒，觉知明了一切真理，就叫做解脱。所以知道一切的善，都是以觉知为根本，因为有良好的觉知根本，才能显现种种的功德。解脱的果报，由此而成就。这样的观照心事，可以称为了悟。问：上说真如佛性，一切功德，因觉为根，为审无明之心，以何为根？问：上面说到佛性和一切的功德，都是以觉知为根本，对于没有觉知，充满无明的心事，
用什么来当作根本呢？答：无明之心，虽有84000烦恼情欲，及恒河沙众恶，皆因三毒以为根本。其三毒者，贪嗔痴是也。此三毒心，自能具足一切诸恶。犹如大树，根虽是一，所生之业其数无边。彼三毒根，一一根中生诸恶业100千万亿，倍过于前，不可谓喻。答：无明的心有84000烦恼情欲，还有如恒河沙那么多的恶业，但是都以三毒做其根本。这三毒就是贪嗔痴。有贪嗔痴的心，能够具足一切的恶业。好像大树，树根虽然只有一个，但是由树根所生出的枝叶数量无法计算。这三毒根，一个一个的根里面，个别生出的恶业有100千万亿，比起前面举例的树根远远超过好几倍，无法形容。如是三毒心，于本体中，应现六根，亦名六贼，即六识也。由此六识，出入诸根，贪着万境，能成恶业，障真如体，故名六贼。一切众生，由此三毒六贼，惑乱身心，沉没生死，轮回六趣，受诸苦恼，犹如江河，因小泉源，激流不绝，乃能弥漫，波涛万里。如此的三毒心，在人的本体呈现为六根，也叫做六贼，就是六识。由此六识，出入诸根，贪掉着万境，能成恶业，障蔽真如佛性，所以叫做六贼。一切的众生被这个三毒六贼惑乱身心，沉没生死，轮回六道，受诸苦恼，好像江河，因为小水源头川流不停，才能弥漫大地，波涛绵延万里。若复有人断其本源，即众流皆习，求解脱者，能转三毒为三聚境界，转六贼为六波罗蜜，自然永离一切诸苦。如果有人能够断除根源，种种的水流自然就停息。求取解脱的人，如果能够转三毒为三聚境界，转六贼为六波罗蜜，自然永远离开一切的痛苦。问：六趣三界广大无边，若为观心，何有免无穷之苦？问：六道三界广大无边，如果只有观照自心，为什么可以免除无穷的痛苦呢？答：三界业报为心所生，本若无心，于三界中即出三界。其三界者，即三毒也。贪为欲界，嗔为色界，痴为无色界，故名三界。由此三毒，造业轻重，受报不同，分归六处，故名六趣。答：三界的因果业报都是由心所生，如果能够无所生心，虽然在三界中，就可以超脱三界。这个三界就是三毒：贪是欲界，嗔是色界，痴是无色界，所以叫做三界。以三毒为源头，造作轻重不同的罪业，受到不同的因果业报，轮回到六个地方，所以叫做六道。问：云何轻重分之为六？问：为什么造业轻重分为六种？答曰：众生不了正因，迷心修善，未免三界，生三轻趣。云何三轻趣？所谓迷修十善，妄求快乐，未免贪戒，生于天趣；迷持五戒，忘其爱僧，未免嗔戒，生于人趣；迷之有违，信邪求福，未免痴戒，生阿修罗趣。如是三类，名三轻趣。答：众生不了解真正的解脱方法，用迷妄的心、错误的方法修行善法，还是不能脱离三界，投身在三个因果业报比较轻的地方。什么是三个业报轻的地方呢？错误修习十善业，贪图妄取快乐，不能脱离贪，投身于天界；错误修习五戒，无端生出爱恨，不能脱离嗔，投身于人界；错误修习有为法，相信邪法求福报，不能脱离愚痴，投身阿修罗界。这样的三个地方叫做三轻趣。云何三重？所谓纵三毒心，为造恶业，堕三重趣。若贪业重者，堕恶鬼趣；嗔业重者，堕地狱趣；痴业重者，堕畜生趣。如是三从，通前三轻，遂成六趣。故知一切苦业由自心生，但能摄心，
离诸邪恶，三界六趣轮回之苦，自然消灭离苦，即得解脱。什么是三重趣呢？放纵三毒心，一直造作恶业，会堕入三恶道。如果贪业严重的人堕入恶鬼道，嗔恚业严重的人堕入地狱道，愚痴业力严重的人堕入畜生道。这样三个业报重的三道，加上前面三个业报轻的三道，就成了六道。所以知道一切的苦业由自心所生，如果能够收摄心事，远离诸邪恶，三界六道轮回的痛苦，自然消灭离苦，就可以解脱。问：如佛所说，我于三大阿僧祇劫无量勤苦，方成佛道。云何经说？唯止观心，治三毒，即名解脱。问：像佛所说的，佛历经了三大阿僧祇劫无量的勤苦，才成就佛道。为什么现在说只要观心，对治三毒，就是解脱？答：佛所说言，无虚妄也。阿僧祇劫者，即三毒心也。胡言阿僧祇，汉名不可数。此三毒心，于中有恒沙恶念，于一一念中，皆为一劫。如是恒沙不可数也，故言三大阿僧祇。真如之性，即被三毒之所覆盖。若不超彼三大恒沙毒恶之心，云何名为解脱？今若能转贪嗔痴等三毒心为三解脱，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。末世众生愚痴钝根，不解如来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，遂言成佛成劫未期，岂不以悟行人退菩提道？答：佛说的话没有虚妄。阿僧祇劫指的就是三毒心，印度话阿僧祇，中国称为不可数。此三毒心在里面有如同恒河沙的恶念，在一一的恶念中都是一劫，像这样恒河沙的数量无法算计，所以说是三大阿僧祇。真如佛性被三毒心所覆盖，如果没有超越这三大恒河沙毒恶之心，怎么能叫做解脱？如果能转化贪嗔痴等三毒心，成为三解脱，就成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。末世众生愚痴钝根，不了解佛陀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说，于是说成佛需要如尘沙般数不清的时间，这不是让修行人疑惑，甚至由菩提道退心吗？问：菩萨摩诃萨由持三具境界，行六波罗蜜，方成佛道，今令学者唯止观心，不修戒行，云何成佛？问：大菩萨修持三具境界，勤行六波罗蜜，才成就佛道。今天教学习的人只要观心，不用修戒律和万行，怎么能成佛呢？答：三具境界者，即治三毒心也。治三毒成无量善具，具者慧也，无量善法普惠于心，故名三具境界。六波罗蜜者，即净六根也。胡名波罗蜜，汉名达彼岸，以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即是度烦恼河，至菩提岸，故名六波罗蜜。答：三具境界是用来对治三毒心，对治三毒而聚集了无量的善法善业。聚是汇集的意思，无量的善法善业普遍汇聚于心，所以称为三具境界。六波罗蜜是用来清净六根，印度话是波罗蜜，中国称为到达彼岸，用六根清净，不染六尘，就可以渡烦恼河，到达菩提彼岸，所以称为六波罗蜜。问：如经所说，三具境界者，是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。今者为言治三毒心，岂不文义有乖也？问：像经典所说，三具境界是示断一切恶，是修一切善，是度一切众生。今天说是对治三毒心，岂不是和经文的意义有冲突吗？答：佛所说是真实语。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因中修行时，为对三毒发三誓愿，持一切境界。对于贪毒，是断一切恶，常修一切善；对于嗔毒，是度一切众生，故常修慧；对于痴毒，由持如是戒定慧等三种净法，故能超彼三毒成佛道也。诸恶消灭，名为断。以能持三具境界，则诸善具足，名之伪修。以能断恶修善，则万行成就，自他具利，普济群生，故名解脱。
答：佛所说是真实语。大菩萨在过去世因地中修行时，为了对治贪嗔痴三毒，发下3个誓愿，修持一切境界。对于贪毒，立誓断一切恶；对于嗔毒，常修一切善；对于痴毒，立誓度一切众生。所以常修智慧、行持戒定慧等3种清净法门，所以能够超越三毒而成就佛道。诸恶消灭，称之为断。能持3句境界，就具足善法，称之为修。能断恶修善，就成就6度万行，利己利人，普济众生，称为解脱。则知所修戒行不离于心，若自心清净，则一切佛土皆悉清净。故经云：心垢则众生垢，心净则众生净。欲得佛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也。3句境界自然成就。要知道所修的戒律和万行都离不开自心，如果自心清净，则一切自心佛土皆悉清净。所以经典说：心垢则众生垢，心净则众生净。欲得佛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佛土净也。3句境界自然成就。问曰：如经所说6波罗蜜者，亦名6度。所谓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。经言6根清净，名波罗蜜者，若为通会，又6度者，其意如何？问：如经典所说6波罗蜜，又叫6度，是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。今天说6根清净，叫做波罗蜜，如果二者的意思相通，请告诉我6度的意义是什么？答：欲修6度，当净6根，先降6贼。能舍眼贼，离诸色境，名为不施；能净耳贼，于彼生尘，不令纵意，名为持戒；能伏鼻贼，等诸香臭，自在调柔，名为忍辱；能治口贼，不贪诸味，赞咏讲说，名为精进；能降身贼，于诸处欲，湛然不动，名为禅定；能调意贼，不顺无明，常修觉慧，名为智慧。6度者运也。6波罗蜜欲若传法，能运众生，达于彼岸，故名6度。答：要修6度万行，应当先清净6根，先降伏6贼。舍离眼贼，不执着色相，叫做不施；禁制耳贼，对于声音不放逸贪纵，叫做持戒；降伏鼻贼，对于气味的香臭能自在调柔，叫做忍辱；制约口贼，不贪求美味，又能说好话讲经典说，叫做精进；降伏身贼，对于各种触觉不为所动，叫做禅定；调伏意贼，不顺从无明，常常觉知生慧，名为智慧。度是在运的意思。6波罗蜜好像是传法，能够运度众生，达到于解脱彼岸，所以叫做6度。问：经云释迦如来为菩萨时，曾饮3斗6升乳糜，方成佛道。先因饮乳，后证佛果，其为观心得解脱也。问：经典说释迦如来在菩萨位时，曾经喝了3斗6升的牛乳，才成就佛道。前有饮乳的因，后才有成佛的果，这那是由观心来得到解脱呢？答：成佛如此，言无虚妄也，必因食乳，然使成佛。言食乳者有2种，佛所食者，非是世间不净之乳，乃是清净法乳。3斗者，3句境界；6升者，6波罗蜜。成佛道时，由食如是清净法乳，方证佛果。若言如来食于世间和不净牛山新乳，岂不谤物之甚？真乳者，自是金刚不坏，无漏法身，永离世间一切诸苦，岂须如是不净之乳，以充饥渴？经所说，其牛不在高原，不在下施，不使骨脉康夫，不与牛同群，其牛身作紫磨金色，言牛者，毗卢舍那佛也。以大慈悲怜悯一切，故于清净法体中，出如是3句境界6波罗蜜为妙法乳，养育一切求解脱者。如是真净之牛，清净之乳，非但如来饮之成道，一切众生若能饮者，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答：是这样成佛的没错，经典没有虚言，因为食乳，然后成佛。所谓的食乳有2种，佛所食的不是世间不净的乳，而是清净的法乳。
三斗是指三具境界，六身是指六波罗蜜，成佛道是由饮食这些清净法乳才证佛果。如果说佛陀吃了世间不清净心山的牛乳，这就是误解和毁谤了。真如自性是金刚不坏、没有烦恼的法身，永远离开世间一切痛苦，哪里需要这样不清净的牛乳来充饥解渴？经典说，这只牛不住在高原，不住在低洼处，不吃谷麦糠麸，也不和其他牛同群。这只牛的身体是紫磨金色，所谓的这个牛，就是指毗卢舍那佛。用大慈悲怜悯一切，所以在清净法体中生出三具境界六波罗蜜法乳，养育一切求解脱的人。这样的清净之牛、清净之乳，非但佛陀饮之成道，一切众生如果能饮，都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。问：经中所说，佛令众生修造伽蓝，著写形象，烧香散花燃灯，昼夜60绕塔行道，持斋礼拜，种种功德皆成佛道。若为观心，总摄诸行，说如是事，因虚空也。问：经典中说，佛令众生修造伽蓝寺庙，铸造化写佛像，烧香供花燃灯，日夜长时间绕塔经行，持斋礼拜，这些种种的功德都能成佛道。如果只要观心，可以包含所有修行，那么说了这么多方法，不就是虚妄空泛了吗？答：佛所说经有无量方便，以一切众生顿根狭劣，不悟甚深之意，所以假有伪，欲无伪。若复不修内行，唯指外求，希望祸福，无有是处。言伽蓝者，西国梵语，此土番为清净的也。若永除三毒，常净六根，身心湛然，内外清净，是名修伽蓝。答：佛陀所说的经有无量无边的善巧方便，因为一般的众生顿根愚昧，不了解甚深佛意，所以才用有为法来比喻无为。如果不修自己内心，一直往外求，希望得到福报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谓的伽蓝是印度话，中国翻译叫净土。如果永除三毒，常净六根，身心湛然，内外清净，就叫做修伽蓝。